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？我儿一死，他就更疯了。这何意啊？嫌弃我儿是仵作，每日争吵，还总往外跑。仵作不属于公谢之人，既非官，亦非吏。当有了凶案，才会被叫来，验尸所得又少得可怜。因常与尸体打交道，被认为有损阴德，故不受人尊重。然仵作在探案中不可或缺，不可替代。推测作案时间，还原作案手段，找寻作案凶器，都得依靠仵作。正所谓位卑而任重。你是如此了解仵作？很多人不愿意与仵作为邻，很多地方还要求仵作家要用黑色的木料做门，以示区别。刚才我进来见到了，看来石阳也是这个风俗。生于仵作家，不能考取功名，若是女子，也不容易找到好婆家。你竟如此体谅一个仵作之家的艰难。老人家，今日有幸协助您验尸，守法之精，判断之准，让晚辈佩服不已呀。听你这番话，我也就不怕丢人了。春条虽好，可我儿之死，他怕是脱不了干系。他有个弟弟叫春山，半个月前。东浩谷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勾引我姐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他来这里喝茶，怎么能说是我勾引？无风不起浪，你可以不承认，但我春山一身正气，我姐夫更是待我不薄。我脚上穿的鞋都是他给的。今年算是警告，若有下次，我跟你拼命。还算是义正辞严吧。你来告诉我这件事，就不怕我儿宰了你姐？那也是活该。我春山一身正气，最看不得这事儿。再这样下去，那就不是我姐叫我姐夫宰，那得是我姐夫被他们俩宰了。好吧，你今天到底要跟老太婆我要几个钱呢？春山不务正业，我怀疑他那天其实是去敲诈董浩谷的，因没拿到钱才翻脸。但董浩谷和春条的事，却未必是虚。独孤阳知道之后是怎么说的？我儿老实，什么也没说。莫不是春条回来了？不对，听着动静，像是进贼了。贼？苏先生，我来。好大胆的贼！你别跑！
此贼若死，无需验尸，后脑遭重击，颅内喷血所致。老人家，你放心，死不了。哎呀，谁暗算我？疼死我了！大胆春山，你去独孤杨家行窃，想偷什么？偷？独孤杨是我姐夫，我脚上的鞋都是他送的。我今天去姐夫家，就是想再拿2件衣服，能叫偷吗？我姐夫已经死了，他的衣服不留给我，留给谁啊？你知道独孤杨已死，他就是你害的吧？嘿，你这个县令，我春山一身正气，半身傲骨，别以为你高高在上，就能随便诬赖人。啊，原来是误会啊，那你可以走了。走啊！走好。等等，这个是你的吧？对，不对，这不是我的。来呀，搜身。这里是明气殿，这倪勇是防盗墓贼的。你如此大意，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？春山，这枚骰子是在独孤杨被杀现场发现的。上大刑！别上刑！别上刑！我找我的拳头！大还是小啊？春山，这回用的赌具可是你自己带过来的，心服口服了吧？啊！那我这辈子真转不了运了。姓董呢？想转运，到珍宝阁坐坐呀。做做就算了。董阿古，你跟我姐的事儿我可没掺和。现在我手头有点紧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没掺和。那上次是谁来敲诈我了？怎么能叫敲诈呢？我春山一身正气，我上次是提醒你。你借不借吧？借钱，不如自己挣钱好吧？挣钱，要是有挣钱的道，我也打上你这种散了。帮我找件东西，只要到了手，我给你这个数。3000钱。瞧你这点出息！不是，就算找块土坷垃，也得费时费劲儿啊。300钱，是不是有点少了？哎，行，300钱我也干。说吧，找啥？我说的是3万钱。3万？找什么？独孤信。多面印。哦，对，董浩古说那是宝物。我想，宝物，独孤杨肯定不会放在家里，要不我姐早知道了，还能让日子过得这么苦。不在家里，就应该在明气殿。可独孤杨每天都在明气殿捣鼓那些泥人到半夜，
跟了好几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机会。独孤做有交期，却为他人做嫁衣。坏小子，滚！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，这不，今晚请我喝酒。他说县令请他喝酒，我一听就是吹牛。这个不用紧。这个必须记。春山，你接着说。这些玩意儿，吓死老子了！我姐夫做的那些泥俑都有机关，我不敢碰。我就里屋外屋的找，找了一个时辰也没找着。我就想，索性等他回来直说，有宝贝就拿出来，我替他去找董浩古，要个好价钱，分我一些就行。所以，我就坐在椅子上等他。我就把骰子丢在冥器店了。我昨天出城会了个朋友，再回来就听说独孤阳死了。哎呀，我哭得可惨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姐夫是对我最好的人啊。我就说了，我不是偷窃，我就是想拿2件衣服，也留个念想嘛。姐夫，你咋就这么走了呀？以后谁管春山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别哭了。倒是也能自圆其说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春山啊，走你是走不了了。我给你找个地方，你好好想想，还漏掉了什么？来人，压下去。是。起来。独孤县令，独孤县令，怎么，牛旗长有线索了？哎，那春条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快说说，自领命后，我就去盯春条，她丈夫才死，她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却又去了珍宝阁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怕暴露，没敢跟上楼。不过半个时辰之后，春条出来时，那董浩古也跟着出来了。哎，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？独孤阳做了那么多泥俑，挡的是盗墓贼的财路，要杀也是他们杀的，查不到我们头上。当时我就在一旁，我听得清楚啊！不要脸呐！既然如此恶毒，牛旗长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？这还是得需要您下令啊！再说了，苏先生也来了，你们得说话，我才好抓人。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，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，所以必须得用大刑。县令，我这就去抓人吧。说。是。哎呀，苏先生，独孤阳刚死，春条就去了珍宝阁，这不得不叫人生疑啊。还有那个董浩古，出3万钱，让春山替他寻独孤信夺门印，也有作案动机。
春条那句怎么会查到我们头上？这就已经暴露了。我分析的对吗？小周，跟我走。是。颜良，苏先生这是……这……兵分两路，你们4个去找董浩谷，我去抓春条。牛旗长，要不分一个给您？不必，派一个女子我手到擒来。倒是董浩谷穷凶极恶，你们记着，但凡有一丝顽抗，千万别让他伤到你们，直接格杀。是，走。你在干什么？儿啊，恭谢牛旗长来我们家了，却是持刀入室，还问我在干什么。告诉你，独孤阳就是被春条和董浩谷所害，我是来拿凶手的。牛大明，你想干什么？抓杀人要犯，反抗者死。所以你是反抗呢，还是不反抗？你想杀我？我是在执行上官的命令来抓你，可你不老实。娘，救我！娘！你敢砍我儿？你干什么？牛旗长，你又干什么？姓周的，躲开，没你的事儿。就你，石阳县有人能挡得了我吗？大明，你疯了吗？你冒充苏无名，现在又勾结杀人要犯，你让开，不然休怪我刀下无眼！你敢！苏先生，苏先生，就你也想英雄救美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跟谁讲话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是什么身份？在我面前如此讲话，你才是不自量力。哎，我那天跟你说的话，你没听明白啊？我不想再跟你这个江湖女子有任何纠缠，这怎么还尾随我到石阳来了？苏无名，手持利刃，非匪即盗，还不速速离开石阳，等着我告知县令抓你进大狱啊！
苏先生，这牛大明您到底是如何发现的？自李命后，我去盯春条，她丈夫才死，她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却又去了珍宝阁。他无意中说了个“又”字，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之前就知道春条去过珍宝阁；二是他之前就已经跟踪过春条。对呀，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，那不也需要仵作？你放屁！姓牛的，你故意恶心我！独孤县令，你管管牛大明，他欺负我！我想起来了，他们之前就认识，或者说彼此之间很熟悉。不过，真正让他露出破绽的，是他自己编造的那番话。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？独孤阳做了那么多泥语，挡的是盗墓贼的财路，要杀也是他们杀的，查不到我的头上。牛大明，你说你在珍宝阁楼下等了半个时辰，若2人真是共犯，半个时辰都不串供，却非要等着到你面前来说那番话，你觉得这合情理吗？再有就是，县令那句话问得好，竟是如此恶毒啊！刘局长，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？若春条和董浩谷真的说了那番话，杀人犯身份就已经完全暴露，你为何不直接抓捕，反要回来禀告呢？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，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，所以必须得用大刑。你是在提前圆自己的谎言，试图刑讯逼供，让春条和董浩谷顶罪。莫非杀独孤阳的凶手真的是你牛大明？对春条起了色心，到不了手，我想趁机报复，这个我认。但若说我杀了独孤阳，你有何证据啊？禀县令，更夫钟伯接了悬赏告示。更夫，叫他进来。是。钟伯，你有密案线索？有，不是悬赏吗？不知能给300钱还是500钱？这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重要。哎，我说了，你们听好。昨夜子时木，我看到了他。是他杀了独孤阳，逃走了。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胡说！放开我！我没杀人，没杀人的。杀没杀人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对。你敢说你昨天没去冥器殿？我是去了，但不是子时。昨夜我当值亥时2刻离开宫廨，到冥器殿最多亥时3刻，我说几句话就走了。我是想告诉独孤阳，春条和董浩谷走得近，我想让他找找董浩谷的麻烦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要是你，就去杀了那董浩谷。仵
作，不可杀人。那你就眼看着娘子每日去找别人，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？我这正忙着，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，可以先走了。你可以休了春条啊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休了春条，我趁机讨好，让春条改嫁于我。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，我见一时得逞不了，我就走了。你胡说！你就是杀人凶手，你赖不掉。姓钟的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要诬陷于我？我夜间大更常去冥器殿讨水喝，独孤无作，好人呐，大好人呐！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，就起了歹心。你好恶毒啊！血口喷人，我跟你拼了！牛大明啊，牛大明，你算是被美色给害了。县令，董浩谷已抓回。让他等着。让他等着。是。回禀县令，并无大碍，只是需要静养，不能再受惊吓。麻烦了。哎。县令为何不传我过堂？你并无嫌疑，何须过堂？坐吧。是要问董浩谷还是牛大明？我竟不知如何说起了。那就从今日说起吧。老娘验尸回来，得知独孤阳确实死了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董浩谷。喝茶。独孤阳的死和你没关系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我当然怀疑你。从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和我打听独孤阳藏的印，后来有几次三番的让我查探他的印藏在哪儿。没错，我是好古物如命，但我也不会因此杀人。你说的是真话？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珍品，我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。我知道现在问你这个话不合时宜，但我就是想知道，如果现在一边是这印，一边是我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哪个？你这话问的，你手里拿着这印，我怀里抱着你不就行了吗？春条，春条，我是想得到那多面印。但我也确实觉得你好啊！我好古物，但并不贪婪。我只是觉得那些凡夫俗子不配拥有那绝世珍品，就像独孤阳不配拥有独一无二的你。他已经死了，你不配提他。我问你，我要是把那印送你，会怎样？那印真在你手里？你回答我！我娶你！那印就真的那么重要？从一开始，你讨好我，请我喝茶，陪我喝酒，就是为了那印吧？我，独孤阳，
春条，春条，这是你第几次跟踪我了？那哪数得清啊？不过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我是奉命跟踪你，我不跟不知道，你又去见那个董浩谷了。你想说什么？独孤阳死了，就算改嫁，你也不能选他呀。他是一个商人，有再多钱，能真心对你好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能对我好？我对你不好，春条，你摸着胸口说呀。牛大明，你趁我喝醉带我回家，试图强暴我，我还没告发你呢。对，我牛大明武艺高强，你以为我真收拾不了你啊？我是不想强迫于你，我想让你心甘情愿地跟我好，我愿意等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独孤阳死了，你可以嫁给我了吧？你无耻！是，他刚死，我说这些是有些不合时宜。1个月后，我派人来提亲。我春条就是死了，也不会让你这种龌龊小人得逞。滚开！我春条虽然肆意，但我是清白的。我出去找人喝茶喝酒，不过是因为独孤阳对我冷漠。我是想改变这种生活。怎的我还没哭，县令却哭起来了？独孤县令想到的是，与你有相同经历的另一个女子。县令好个柔软的心肠。春条，告诉我，独孤信多面印是不是在你手上？不在，那多面印我根本就没见过。哦。趁热吃。我去喝茶。娘子，能不能不要再去喝茶了？不喝茶，难道陪着你守在这儿，守着这半屋子泥人？我这也是为了养家。笑话！你做了那么久的泥人，也没见你拿几个钱回家呀。7年了，我春条在你心里就是个喜欢钱的女子啊。我也不是喜欢喝茶，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更希望那个人是你。可是独孤阳，自从你开了这名气店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自己都快变成个泥人了。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辛苦。你还记得我们刚成亲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你说你那儿有个什么宝印，可不可以拿来我看看？你想干什么？不是，是董浩谷跟我说，他知道你有内应。不可能，宝印不能卖。娘子，那宝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有它在，证明我们独孤家还有后人。他董浩谷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那印。他讨好你，为的就是骗我卖印。你去跟他说，让他别做梦了，除非我死了。有本事，你让他来杀了我。你不卖就不卖，你说这些狠话干什么？还后人，你就是个仵作。以后的后人一辈子也不能考取功名，一辈子只能当仵作。我才不要给你生孩子。
说的是气话。我想让他把那印卖了，这样我们就有钱，他就可以带我离开石阳，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当过仵作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我就可以为他生儿育女。都记下了吗？董浩古，本县令现在问你话，你要想好了再回答，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都会被记录在案。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独孤阳死了，我勾引过春条，还一直惦记着独孤信梅晶石多面印。昨天夜里，我去过2次冥器殿，但我没有杀人。2次？都在什么时辰？你去冥器殿做什么？昨天我喝了点酒，到亥初时分还是睡不着，心里憋屈啊！我来石阳4年了，就是得知独孤信多面印在此。开始我以为是在哪个古墓里，一直向盗墓贼求购，未果，几经周折才知道，原来就在这个穷仵作独孤阳的手里。你到底是何时去的冥器殿？亥时3刻离的家。你不问我为何而来，除了那印，还能为什么？聪明人。其实除了春条，就连你那个不着调的内弟春山我都脱了。但我回头一想，你我为何不面对面谈？所以我冒雨前来，没想到你还真在店里。开门见山，我出15万钱，你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。不卖。那放在你手上不也是糟蹋吗？独孤阳，那印真是你们家祖传的？说你是独孤信的后代，谁信呢？好，我信了，我出18万钱。你看看你娘住的是什么地方，好不容易有个媳妇儿，还成天跟人往外跑，就你这副鬼样子，拿着宝印也没用啊。不如换点钱转转运，你祖上在天之灵看着也高兴啊。你真不卖是吧？你脑袋就是泥做的。20万钱，30万。那宝印真在您手上？叫这个价，1分钱也不能少。23万。24万。哎呀，独孤阳没有30万这价，25万。一言为定。我想通了，我确实需要钱。你这样，你把钱都折成银挺，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过来。今夜就要？没钱就算了。不，你等着，我去取。我把店里留的、家里存的银挺凑在一起，刚好够。我只是迫不及待想要回冥器殿去交易，可一想到独孤阳说子丑交接之时，我又怕去早了他找借口不卖我。哎呀，我只能忍着呀！想了半辈子的宝物终于可以到手，我心里真是太高兴了呀！时辰到了，雨也停了，
我赶到明旗殿的时候，发现黑着灯。好你个奸仵作，敢耍我！没道理呀！独孤阳。 我没有报官，是怕反被怀疑。公堂之上，你说的可是真话？珍宝阁里的古物，件件珍品，我董浩古的话，句句为实。无法乱，斧头案，马鸣萧萧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暗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。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？